在这个高度工业化、被人设与剧本精密包装的娱乐时代，观众早已习惯了情感的标准化输出，什么时候相遇，什么时候心动，什么时候官宣，一切仿佛都有既定流程。但当赵今麦与宋威龙的名字被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时，这套熟悉的逻辑却开始松动，甚至崩塌。他们的故事不像一部剪辑流畅的偶像剧，更像一首被不断续写却始终没有结尾的散文诗。在热搜的浪潮与留言的缝隙之间，这段关系以一种近乎反叙事的方式存在着，没有明确标签，没有情节高潮，甚至没有清晰的起点与终点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显得格外真实。如果说传统的娱乐叙事是被观看的，那么赵今麦与宋威龙之间的互动则更像是被感知的。过去几个月，从片场流出的只言片语到社交平台上被无限放大的细节互动，这段关系始终游走在模糊地带。没有人真正掌握全貌，但所有人似乎都感觉到了什么。赵今麦一直以来以细腻、克制的表演著称，他的气质中带着一种难得的非表演感，仿佛他不是在塑造角色，而是在生活本身中缓慢生长。而宋威龙则是另一种极端，他的外形带着明显的偶像光环，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疏离感，像是始终与这个世界保持半步距离。当这两种气质交汇时，产生的不是简单的化学反应，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张力，一种介于靠近与逃离之间的暧昧磁场。在没有正式合作作品加持的情况下，他们为何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？答案或许在于，他们的关系并非建立在角色之上，而是建立在状态之中。在一个高度表演化的行业里，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奢侈资源。赵今麦所呈现的是一种未经修饰的情绪流动，而宋威龙则像是一个始终在寻找出口的人。这种一个在表达，一个在寻找的关系结构，使得他们的互动天然具备叙事张力。在微博与抖音上，观众习惯于通过碎片化信息拼接完整故事。一个多停留1秒的眼神，一个不符合流程的笑容，都会被反复拆解、重组、再诠释。这些细节之所以动人，并不是因为它们证明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它们无法被轻易定义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不回应几乎等同于失去话语权。但赵今麦与宋威龙却选择了长时间的沉默。这种沉默并不是空白，而是一种主动的留白。当所有人都在试图填补叙事空缺时，他们反而选择不提供答案。这种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风险，但同时也是一种控制。因为一旦开口，就意味着进入既定叙事框架，而沉默则保留了无限可能。当他们最终选择回应时，那并不是一份标准的公关声明，而更像是一场克制而真诚的对话。赵今麦说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。这句话看似平静，却彻底打破了观众的期待。他拒绝了甜宠叙事的单一逻辑，也拒绝了否认式公关的常规路径。而宋威龙则表达了另一种态度，他不愿意为这段关系贴标签。在一个一切都需要被定义的时代，这种不定义本身就成为一种态度。第5部分，不被命名的关系，自由与焦虑的共存。观众习惯于用清晰的标签理解世界，朋友、恋人、合作伙伴。但当一种关系无法被归类时，就会引发不安。赵今麦与宋威龙所呈现的正是这种未命名关系。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情，也不仅仅是友情，而是一种动态变化中的连接。这种关系的魅力在于它的开放性，但它的挑战也在于它的不确定性。有人因此感到治愈，因为它打破了刻板定义；也有人因此感到焦虑，因为它缺乏边界。当被问及未来时，宋威龙的回答是：我们还在摸索中。这句话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拒绝提供确定性。在娱乐行业中，
观众习惯于被给予明确答案，要么在一起，要么不在一起。但现实中的情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赵今麦补充道，最有意义的关系往往是不带压力的。这句话揭示了一种更成熟的情感观，关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定义，而在于它是否让人自由。他们的选择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在一个以表演为核心的行业中，真实是否可能存在？答案或许是，真实从来不是完全呈现，而是有限表达。赵今麦与宋威龙并没有向公众展示全部，他们只是选择在某些时刻说出未经修饰的部分。这种选择性真实恰恰构成了当代语境下最接近真实的表达方式。第8部分，未完成的力量。为什么我们会被这种关系吸引？人们之所以被他们的故事吸引，或许正是因为它未完成。完整的故事容易被消费，而未完成的故事则会持续生长。它允许观众投射自己的经验，也允许时间去重新定义它的意义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段关系已经不再只是他们2个人的故事，而成为一种情感象征，关于不确定，关于成长，关于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连接的可能。最终，赵今麦与宋威龙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，但也许这正是最诚实的答案。在这个充满标签与定义的时代，他们选择了一条更困难的路，不急于解释，不急于确认，而是允许关系在时间中自然发展。这不仅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对人的尊重。看完这段深度解析，你是否也有自己的感受？你认为在公众视野中维持不被定义的关系是一种成熟，还是一种逃避？在他们的表达中，哪一句话最触动你？你是否也经历过一种无法用朋友或恋人来定义的关系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让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更真实、更深入的娱乐解读，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八卦与标签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关注频道。在这个节奏飞快的世界里，愿我们都能保留一点耐心，去理解那些不完美却真实的情感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